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部我读完之后深受震撼的硬科幻小说，加拿大作家彼得沃茨的《盲视》。这本书呢拿了日本星云赏最佳翻译小说，还同时获得科幻三大奖、雨果奖、轨迹奖、坎贝尔纪念奖的最佳长篇科幻小说提名。它是很多科幻迷心目中殿堂级别的科幻文学啊。这本小说会引发我们去思考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意识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没错，跟上期节目介绍的微型科幻小说《蛋》一样，这部《盲视》的主题也是意识。不过呢，跟《蛋》那种充满哲学意味的抽象思考很不一样。《盲视》这本书的立意要落地一些，要务实一点。它是借着一个人类跟外星人接触的故事来探讨意识的功能是什么。它是从人类的生存，也就是从生物学、从进化的角度来探讨意识的价值。而书里给出的思考，更准确的说呢，是他开出的脑洞同样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在进入情节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盲视的作者彼得沃茨本来是一位研究海洋哺乳动物的生物学家，他是转行写科幻小说，后来就是因为这本《盲视》封神的。大概由于是科学家出身所以彼得沃茨写出来的作品呢，都是在各种科学技术的细节上又丰富又过硬是最典型的硬科幻。盲视就是这样，各种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的专业名词啪啪啪的往外冒。那接下来呢，我会完整的跟大家讲述盲视的核心情节，但就不像上期节目那样做太多的展开了，因为书里本身就有很多加叙加议的部分，作者自己就已经在书里把各种设定、各种利益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只是在这期节目的结尾呢，对小说里一个非常细思极恐的细节做了一点联想而已。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吧。盲视这本书呢，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1世纪末2082年的时候，有几千个外星探测器突然降临地球，它们在大气层里排列成规则的网格形状，覆盖住整个地球，释放出一阵强烈的电磁信号之后，就在大气层里边焚毁了。这是地球第一次遭遇外星文明人类一下子被吓傻了。在缓过劲来之后呢，人类就意识到，虽然没有办法100%确定这些探测器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但是很有可能这些探测器在降临地球的这一小会儿功夫里，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对整个地球的各个维度信息的全面扫描。也就是说呢，人类和地球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被一个外星文明给盯上了，他们似乎非常想要研究一下人类。但是在这一次探测器降临事件结束之后外星文明再也没有重新出现，直到多年之后，在22世纪初，人类终于在太阳最边缘的奥尔特云截获了一个信号。人类分析之后认为那个信号跟多年前的这个探测器降临事件有关。于是呢，人类派出了一个调查团，他们乘坐一艘叫做忒修斯号的宇宙飞船前往奥尔特云进行调查。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席瑞·基顿就是忒修斯号上的调查团成员。席瑞小时候因为癫痫病做过一场大手术，导致只剩下一半的大脑。因为这次手术席瑞几乎失去了情感，他变得极度理性冷酷无情，完全缺乏同理心，他完全体会不到其他人的感受，跟那个《生活大爆炸》里的肖登非常像但这反而让席瑞的观察能力变得非常出色因为他没有办法直觉地理解其他人，所以他只能通过细致的观察，用他的理性推理来分析其他人的意图。那这种心理特质呢，就让席瑞成了最好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席瑞在这次行动里的任务就是把整个行动过程给记录下来，汇报给地球当局。席瑞呢，就是《盲视》这本小说的叙述者。小说正文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想象你是席瑞·基顿：然后就开始讲述整本书呢都是第二人称都是你想、你说、你看见指的都是席瑞的想法和见闻所以呢，小说的内容其实就是席瑞在任务结束之后发给地球的一份报告。那除了席瑞之外呢，调查团里其他的成员还有一个语言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一个工程师、一个负责武力担当的军人，以及最特别的一位成员，也是这一次行动的指挥官，那就是吸血鬼朱卡萨拉斯蒂。你没有听错，吸血鬼。在这本小说里吸血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类近亲物种，他们的生命力和智商都远远高于人类。他们直到最近1-2千年才因为一个非常无厘头的原因突然灭绝了。灭绝的原因我们后面会讲到。
但是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人类已经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让一些吸血鬼复活了。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朱卡萨拉斯蒂就是被人类复活的其中一位吸血鬼。在这样一个讲未来的人类与外星人接触的题材里，突然出现了吸血鬼，好像是特别突兀，是吧？但是这个设定其实非常重要与小说的内核直接挂钩，我们后面会展开。那让我们回到故事里。那经过几十年的飞行，忒修斯号飞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船上冬眠的船员被唤醒，他们在这里果然就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他们从各种迹象判断这一艘外星飞船的确就是属于当年派出探测器的那个外星文明的。看来那个外星文明果然是重新降临，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这整个外星飞船似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调查团呢，于是给它取了一个绰号把它叫做罗夏。由于罗夏有非常强的电磁干扰，忒修斯号发射过去的各种遥控设备都失灵了。于是呢，调查团只好亲自上阵。他们降落到飞船上，砸开个洞进入到了罗夏的内部。结果他们就在这里遭遇到了一堆长着9条腿的外星人。他们长得大概就像是个超级大个的蜘蛛吧。调查团呢也给这些外星大蜘蛛取了个绰号，把他们叫做攀爬者。经过一番非常激烈的战斗和损兵折将之后，调查团员终于逮住2只攀爬者，把他们拖到了忒修斯号飞船上。调查团里的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开始对这2个攀爬者展开了研究。当然外星人不会乖乖的配合人类所以呢，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拷问比如破译他们的语言方法就非常的暴力。调查团员是把2个攀爬者分别关进了2个玻璃笼子里，我们把他们叫做小 A 和小 B 好了，让他们可以相互交流，但是不能够相互接触。然后呢，语言学家给小 A 看一个图形比如说三角形，再给小 B 的面前的触摸屏上呈现一组图形比如说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纺锤形。只有当小 B 选中了小 A 看见的那个图形三角形，小 A 才不会被电击，否则呢就一直电击小 A。小 A 为了不被电击就得被迫跟小 B 说自己看到的是三角形。那不管他们的语言是声波还是电磁波，还是通过改变身体表皮细胞组合出各种图形，那人类通过不停的观察和排除，就可以确定小 A 是通过什么样的信号来表达三角形这个意思的。那通过这样的暴力实验调查团就基本建立起了跟攀爬者沟通的方法。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测试这些攀爬者的智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聪明。结果一测吓一跳，这些攀爬者的智商比人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调查团员们意识到他们能够抓到2个是纯粹走了狗屎运而已。但是呢，在这个智力测验的过程中调查团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完全无法理解的现象。小 A 和小 B 的智商虽然非常的高，但是呢，他们在回答有一类问题的时候却总是犯错，无论如何都答不对。比如问小 A 现在这个房间里都有谁，他会指出他们看见的每一个地球人，但是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些攀爬者可以解开非常复杂的数学和物理问题，但是一旦问题涉及他们的自我，他们就立刻蒙圈了。他们甚至可以表示出自己身上遭受的疼痛，他自己受的伤，可以描述出他自己解题的逻辑，但是他们唯独无法描述他们自己。调查团里的那位语言学家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外星人他们是智慧生命，这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们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知道答案，除非你伤害他们，就好像盲视侵袭了他们的每一种感官。这句话是点题的金句语言学家说的这个盲视指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现象，就是明明你看见了，但是你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看见。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心理现象盲视呢，通常是由大脑损伤造成的。比如说吧，有一个人的右脑的视觉皮层受了伤那右脑视觉皮层控制的是左半视野。这时候呢，你拿着一根小木棍放在他左边的视野里，问他你看得见我手里拿着的这根木棍吗？他会告诉你我完全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左边的任何东西。但是你紧接着问他，你猜一猜我手里的这根小木棍是水平放的还是竖直放的呢？结果他一瞎猜准确率却居然高得吓人，远远超过 50% 这个随便猜的水平。也就是说，他的大脑皮层里至少有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接收到了这个小木棍的画面，
但是在他的主观体验上，他却毫无察觉，他意识不到自己能够看见，这就是盲视。而小说里的这些外星大蜘蛛这些攀爬者，他们不但是盲视，他们还盲触、盲嗅、盲听。他们一方面是拥有超强的智能，但与此同时呢，他们又是一具又一具的活僵尸，他们没有任何主观体验，他们的身体里是没有一个我的。小说的叙述者席瑞基顿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攀爬者，他说：想象你是攀爬者，想象你拥有智力却从不领悟，你有目标却对其毫无觉知，你的线路嗡嗡作响，满满都是生存与物种延续的策略，聪明、灵活，甚至很先进，但却没有其他的线路来监督它。你什么都可以想，却意识不到任何东西。我们这些人类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啊！因为我们人类不是攀爬者，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是有主观体验的。那剧情进展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触及到这本小说的核心了。作者从这里开始呢，就借着书里的几位调查团员的辩论和借着叙述者席瑞之口，开始探讨意识对于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到底是不是必须的呢？作者给出的结论非常的鲜明，那就是意识并不是必须的。比如席瑞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每个钢琴演奏家都知道，想要害自己演出失败，最有效的法子就是用意识来指挥手指的动作。每个舞者、每个杂技演员都知道要放松心智的前置，让身体自由发挥。任何驾驶员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都不会记得途中如何走走停停、左转右转。席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不论是钢琴家演奏、舞蹈家演出，还是驾驶员在开车，意识实际上都会干扰我们的表现。那这种情形我们的确都有体会，是吧？如果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脑子抽风了，说我来想一想我骑车的时候身体肌肉是怎么样用力的吧，那十有八九你立刻就不会骑车了。像弹琴和骑车这种活动意识非但没用反而是一个阻碍因为这些活动本来就是由我们的无意识来控制的。但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片面了呢？骑车和弹钢琴这种肌肉动作是可以交给无意识来控制的，但是总有很多高级的思维过程应该是意识层面的吧。比如说学习一门知识比如说做计划和决策，比如说数学家算公式，科学家设计实验，这些活动总得靠意识吧。但是席瑞说其实也未必你看 AI 成了象棋高手，汽车学会了自动驾驶，这些计算机软件就有非常强大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有意识，这就是直接打脸的例子。我们人类之所以用意识来解决这些所谓的高级问题只是人类习惯于此而已，但这不代表没有意识的那些智能体无法学习和解决这样的一些高级问题。人类其实只是被自己的局限蒙住了双眼而已，就好像一个祖祖辈辈打猎的人不相信有种地这种生存方式一样。那也就是说呢，在主人公席瑞，也就是作者自己看来意识和智能是可以完全分离的。一个足够高的智能，不论是忒修斯号上负责操控飞船的那个 AI 也好，还是没有意识的那些外星人攀爬者也好，他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做计划做决策，但这一切都不需要在他们的内部有一个感受着这一切的我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意识不是必须的，那我们人类的意识又是怎么来的呢？作者在这里开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脑洞，他认为意识只是生物进化到一个特定阶段的过渡产品而已。这个特定阶段呢，就是生物体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还不够强的阶段。如果生物体的大脑正好进化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它既有能力处理分析它接收到的很多的信息，但与此同时呢，大脑的算力又不太足，没有能力同时处理太多信息。那这时候它该怎么办呢？那他就只好每次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一小部分对象上，这一个集中注意力来处理信息的过程就是意识。比如说，请你看画面上的这个图形这个立方体上的阴影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呢？你盯着它看，会发现阴影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面，你永远没有办法同时感知到这两种可能。但是这个图形本身就是包含了这两种可能的。为什么你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可能呢？
这就是因为你的大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同时处理这两种视觉上的可能性。于是呢，意识就出现了，它把你脑子里有限的处理能力集中在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上，暂时忘掉另外那一个。还有现在画面上这个非常著名的旋转舞者图，你有时候看到它正在顺时针转，有的时候看到它正在逆时针转。同样的，你的大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同时处理这两种可能性，于是呢，意识就出现了，把你的处理能力集中在一种可能性上。所以呢，就像是小朋友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的时候，要装一个辅助轮来帮助他保持平衡一样，人类的大脑在进化到足够强大之前，也需要意识这样的一个辅助轮来帮助我们分配有限的认知资源。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脑洞进一步深入下去，有一个结果就水到渠成了，那就是一旦生物进化迈过了这个坎，大脑里的认知资源足够用了，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同时处理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的舞蹈演员了，那意识其实就变得不需要了，那这个小轮子就可以拆掉了。而到了那个时候，意识呢不但不再是必要的，它反而会变成一个累赘。那为什么意识会是一个累赘呢？因为一旦大脑中出现了一个我，那么满足我的体验就变成了一件显得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比如说吧，人脑中有一个神经回路，它一旦接收到有节律的声音，就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让人产生正面的比较愉悦的感受。这个神经回路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用来监控心跳的。因为心跳如果有一个稳定的节律，就说明身体没有大毛病。这样的一个监控回路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当然是非常有益的。可是一旦我们对这种感受有了一个主观体验，那我们就会对各种有节奏感的东西都感觉到着迷。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神经回路的作用就不再只是监控心跳了，而是用来享受音乐了，就是用来迷上动次打次了。于是呢，那么多的音乐家出现了，那么多的音乐被写出来，那么庞大的娱乐工业被创造出来。而这一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讨好我们这一点主观体验。那这一切站在我们的主观感受上，当然非常美好呀。跟着动次打次的音乐摇起来的时候，我就是宇宙的主宰，对吧？但是呢，站在物种进化的角度来看那这就是对大脑资源的一种极度浪费啊。人类的很大部分资源都被用来讨好我们的主观体验了，而没有用来做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于是久而久之呢，人类往更高级物种进化的历程就被严重拖了后腿。当然这是小说里面的设定啊。而那些外星球来的攀爬者呢，他们可能是在进化的很早期就淘汰了主观体验，淘汰了自我意识，于是他们就在智能发展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远远甩开了我们人类。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却没有跨过这道坎呢？人类为什么没有像攀爬者这样也进化成僵尸呢？作者在这里也开了一个大型脑洞，书里说，其实在几十万年前，人类中就已经演化出一个分支物种，他们就已经开始朝着自我意识泯灭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的主观体验就已经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呢，他们的智力也开始甩开一般的人类。那这个人类分支是什么呢？你肯定已经想到了，那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吸血鬼。在这本小说的设定里吸血鬼就是能在刚才那个立方体错觉图里同时看见前面和后面的阴影的。吸血鬼接收信息、分析信息的智能是远远超越普通人类的。所以呢，按照正常的发展路径就应该是吸血鬼，而不是那些普通人类逐渐发展壮大成地球的霸主。最后吸血鬼应该也会走上跟那些攀爬者非常相似的进化轨道。但是呢，进化的历程总是充满了意外的。就在不久前的历史上吸血鬼因为一个非常无厘头的原因灭绝了。原来在吸血鬼的脑皮层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他们的那些水平和竖直的视觉受体之间恰巧交叉连接，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十字。所以呢，一旦吸血鬼看到十字架形状的东西，就会触发大脑神经强烈激活，在神经系统里引发一场风暴，轻则痉挛，重则死亡。那自然界里呢，其实原来一直是没有什么两条线严格相互垂直的东西的，所以吸血鬼生存了很多世代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基督教兴起了，十字架风行于世，插的到处都是，于是吸血鬼就倒了血霉，渐渐灭绝了。
而人类就这样非常意外地阻断了进化的进程，截了吸血鬼的胡，狗屎运地坐稳了地球霸主的宝座。所以人类这种有自我意识的文明形态放在全宇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例。宇宙中的其他种族基本上都早就跨过了这一关，他们的个体拥有极高的智商，他们的整体也拥有极度发达的科技，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对于那些外星文明来说呢，意识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进化这条长河上很上游的一个地方曾经泛起过的一朵小涟漪而已。也许他们早就已经忘记自己的祖先曾经非常短暂的拥有过意识了。于是呢，当他们在茫茫太空里偶然接收到从地球散发出来的那些无线电信号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蒙圈了。从地球上这些广播电视信号塔里无意间散播到宇宙中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里包含了大量描述人类主观体验的信息，什么我快活极了，什么这才是最牛叉的摇滚乐，那这在外星人眼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而且正像我刚才说的，一旦外星人终于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他们就发现这些主观体验一旦在这些外星人他们自己的神经系统里诱发出了意识，那就会使得他们智能的效率大大的降低，他们也会变得像地球人一样整天耽于玩乐，对吧？把很多的智能都用在讨好自己的主观体验上，造成智能的巨大浪费。所以呢，地球上发出的这些跟主观体验有关的信息对于那些没有自我意识的外星人来说完全就是一种精神病毒这简直就是星际级别的黑客攻击那外星人以为地球人是有意发出这些信号来攻击他们的，而他们这次来地球的目的就是要扑灭这种病毒。人类万万不会想到，他们在电话里、在电影和综艺节目里随口说出的一句“我好难过，我好开心”这样的一些东西，通过无线电信号传播到宇宙里之后竟然成了一种星际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种攻击外星人心智的精神病毒。最后这个东西给人类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忒修斯号上的这些调查团员们推理出这些内容之后一个个背后汗毛直竖，看来这下子我们人类气数将尽那可能也只有主人公席瑞除外他没有感情嘛，他不知道害怕。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活体外星飞船罗夏，它开始有了行动，它改变船体结构，生成了一个类似于电磁炮的装置，似乎要对忒修斯号不利。而忒修斯号上负责控制飞船的 AI 这个时候也做出了反应，他决定撞向罗夏，与罗夏同归于尽。在经历了一番大混乱之后只有叙述者席瑞一个人逃上了救生船，他要在太空中漂泊40几年，最后才能够飘回到地球。在他进入到休眠之前，他把自己的报告，也就是这篇小说整理完成，发向地球。那小说到这里就完结了。而我在眼卷之后，结合小说的内核一回想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细思极恐这篇小说的叙述者真的是席瑞吗？如果外星文明的目标是消灭人类的意识，而他们的智能又远远在人类之上，那他们会那么轻易的就与人类调查团同归于尽并且放其中的一个人类平安返回地球吗？席瑞的逃脱会不会根本就是罗夏的安排呢？我们回想一下这本小说的开头想象你是席瑞基顿，这么特别的一个表达方式，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共情能力的怪人的一种古怪的修辞方式而已吗？还是说它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呢？是某个东西在把自己模拟成席瑞基顿的样子吗？他是不是正在练习用这篇报告来模仿席瑞基顿的口气说话，在模仿着用他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表达呢？坐在那个逃生舱里的会不会就是一个像那些攀爬者一样的僵尸呢？会不会他虽然具备席瑞的智能，能够输出席瑞的所有的行为，但他却没有任何的主观体验呢？而席瑞之所以被选中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没有情感，他本来就缺乏很多主观体验，所以他更加适合被僵尸化。也许呢，调查团乘坐的这艘宇宙飞船的名字忒修斯其实早就暗示了一切哲学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忒修斯之船的问题如果一艘船上的木头被逐渐的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一个看起来跟席瑞基顿一模一样的僵尸，还是原来的席瑞基顿吗？那么罗夏制造了这样的一具僵尸，把它发回地球，目的何在呢？
莫非这种僵尸化的状态会传染吗？现在的席瑞该不会是一具携带着僵尸病毒的载体吧？他正蓄势待发，准备在重返地球之后感染全人类。如果人类最后都中招了，那这是幸还是不幸呢？如果人类失去了自我意识，那他们算是灭绝了还是飞升了呢？这些呢是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思绪飞扬。作者在书里给出了很多这方面的暗示但是没有说明答案。那最后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本小说的那个核心设定，也就是意识只不过是一个进化过程里的过渡形态，早晚会被进化淘汰。这样的一个观点有道理吗？它站得住脚吗？意识的功能真的仅仅就是对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分配而已吗？那这个问题呢，我会在下一期节目里再展开分析。下期节目我要请出神经科学大神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用他的《脑与意识》这本科普大作来会一会彼得沃茨，看看在一个最顶尖的神经科学家眼里，意识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我是魏之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继续跟大家分享、讨论和解读各种类型的好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这对我非常重要。谢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